大家好，今天晚上2024年8月14号晚上9点整，这个时间点，我们的讲师张宇伟已经来到线上了。这时候我们来邀请云文。那首先呢，针对他今天所为大家设定的主题实在太特别了哈，所以我们先来邀请我们的讲师来介绍一下他的主题。从这个地方开始，请。好，各位伙伴，大家晚安。好，我设定这个主题，其实当时跟知莹都写了一些很八股的东西，然后我就开始写了一些什么团长疯了啊，团长怎么样的，团长怎么样的，然后他说再考虑一下。那有一天我就传了这个188草这个话这样子给他，然后他说好吧，蛮有我的风格。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各位伙伴，在你上线之前有看懂我这个188草是什么意思的？可以举个手吗？知莹可以帮我们数一下。在你这次上线之前，刚刚有些伙伴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嘛，所以我想要大家都应该大概刚刚有听到就知道了。没有听到的伙伴，还包括举手的你还没有上线之前就知道的是有谁这样子。好，现在可以开始举了。5秒内知莹举手吗？有举有算，没举就没算了。好，来1、2、3。好了，那其实这个好了，不管你懂不懂，我现在就是要来解答这样子啦，哈，就是要来解答。好，188草为什么叫188？当过兵的，好，尤其男生当过兵的，你们应该就知道那个数字要怎么念。你们念数字是怎么念？1怎么念？叫做1，好，那所以188草，不是188叉。好，台语的188叉这样子。那我今天我想大概我会针对我不是说我其实就是一个像说故事的方式，然后后面解释一下台语的188叉的那个意思，国语的意思是什么？188叉就是他讲的好听叫做188叉，他讲的难听叫做靠腰。好，这样子应该就比较容易理解，其实就是你说是就是发泄一下我有话要说的这种感觉，这样子。好，那但是我想这个东西，我想今天讲的东西就是我想在针对这个活动整个流程那我觉得这不用像说故事的方式把它说完，然后有一些后面我自己整理的一些我自己的想法，那我觉得其实那是我的想法，不一定是跟你的想法一样，但是我觉得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这样子。好，所以这个部分，那好，我这次带的代表的身份是带团团长，那我在第1分营区的第6分营，那我们整团就是我们的新泰国中。那我今天第一个呢，我就讲，其实就是参加了全国大陆已经是第4次了。好，那我也参加一些国际活动这样子。那有各种角色，我觉得从各种角色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想法来想一些事情。好，那我们这次的成员，不要怀疑，真的只有团长一个人。好，真的只有团长一个人。那我们这次有行役，本来报名的时候有行役7个人，然后童军31个人。那后来当天就是之前有2个行役取消，然后还有1个童军取消。那当天有1个行役生病，没有到，所以我们实际到的是1个团长加34个行役和童军这样子。那我们第1分营的工作人员有很多，也是我们新泰国中。我们新泰童军团的这些服务员，所以我们一共有10个新泰的就服务员，其实也是会一直支援我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那另外我加了一个编舞，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编舞是另外一个团长编的舞，然后但是他因为家里的因素他没有办法到，所以我们有这些人这样子。好，那我想一个活动就是要去参与。好，那一个项目就是要去参与，所以我想大概就是这些活动有包括比较大的一些像萤火啦，然后那个嘉年华游行啊、传统唱跳啊、模组啊，然后4海1家写生，还有从生活，其实生活都是所谓活动的一部分。好，从生活到走光，好，这个后面我再来说这样子。好，那我们在练习的准备的部分，我想就是我们练舞。我们的舞，大家去看到我们的舞，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些孩子还蛮认真的。他们在我们教他练，其实
大部分是有乖乖来练，而且我们不只是你看到，就是我们看到下面这张表是我们的暑期准备时间，就是已经放暑假之后，开始我们有这些时间是他们都会来练习，那包括后面有整理装备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在段考前2个礼拜，我们从6月中我们就开始做练习，好，就是先把一些基本，大家先有一点概念，你到时候要做什么。所以刚刚一直在讲说16吨，其实我们用的舞真的就是星期五晚上，然后所以就是那个他们很多童军都很担心他需要在那里16吨，但是后来并没有这样子哈。好，那所以我们的准备的部分啊，包括蛮长时间的练舞，然后还有我们花了1个早上的时间，把我们的所有的器材做了一些准备。好，那简单的可以分享一下，这是我们第一分营第6分团的我们的营门和我们的营地建设。好，那个不知道有没有去参加2015的世界大陆营？有人参加吗？有没有？没有。好，我2015的世界大陆营我也是分团的团长，然后所以那次我很多用剩的这种串旗，那个三角形的这个串旗，好，可以看到吗？就是这个，好，看到这个串旗，好，这是4条串旗，其实这就是2015的时候留下来的东西，好，所以有些东西，这团长就很喜欢 Q4， 好，就是这个收那个收，就觉得总有一天用得到，所以他这次用到，我还蛮开心的，他总算重见天日了，就从我的箱子里挖出来用的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营门。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4座都是悬空旗台，我们搭了4座的悬空旗台。那当然我们后面有换旗子，有旗子有在做一下调整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有3支，总而言之我们这有4座的悬空旗台，好，就是我们带有我们的4个小队。然后我们的营地，像其实昨天志博团长就有讲到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在一些活动当中，有时候方便也是蛮重要的，所以我们这次用的全部是用天幕。好，我们这次全部是用天幕来使用的，然后用的是蒙古包，好，就是这样，你看到我们大概的我们的营地建设是这样子。好，那但是我觉得我也看到你说我们的用着很方便，但是我看到隔壁不知道第7还第8分团他们用的是炊事帐加8人乌式副市帐，我就看的时候我就好感动哎。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是个30年的童军，我就看到这种很老的画面，我觉得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说看到这种我们以前露营的感觉，好，我看到我们以前自己露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老东西不见得不好，好，就是老东西不见得不好，但是，只是使用上你要用什么角度来看，那我觉得他们整个的生活也蛮好的啊。所以我就是看到他们说，哇，你看看，他们也都有吊帐，好，他们都有吊帐，所以他们都是那，因为可能拍起来看起来不是很清楚，他们其实都有吊帐，好，他们都有吊帐这样，然后就我觉得，哇，那个感觉很有 feel， 那个一切的回忆都回来的感觉这样子，所以这个我就只是看到也忍不住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到底新的好，旧的好。其实我相信昨天尊师伯他们在讲一些东西，其实我就觉得没关系，我就今天我们就也是拿出来聊一聊这样子。好，其实那在这次我觉得没有如想象中的台风过境，但是有2场蛮大的雨，所以我们的营地其实是会下雨的，好，在这会淹水的，我们的营地是会淹水，下了雨之后就是看到好，这都是淹水的这种状况这样子。好，那很多时候就讲说，没有不能露营的天气，只有没有准备好的童军。好，我想不知道你们听到这样子的说法，你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只有晴天才能露营，才能出去玩的话，我就觉得大家出去玩也不一定都说每天都是好天气啊。但是为什么特别童军的时候就会讲说下雨天还要去露营吗？当然了，下雨天露营有不同的 feel 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还蛮好的这样子。好，那这个我试过，好像不能播放，我重新我要跳出来一下，我要换另外一个画面分享一下，我要放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下雨天我们在做什么？我要来分享这个画面这样子。
等我一下下哦。所以刚刚知颖在讲，我说我还是得要自己来才有办法，因为这个画面，因为我知道它就是，等一下，可以吗？看得到吗？好像还是黑画面哈。还是黑的，看起来是黑黑的。所以我都不知道，就说今天的影片好像不是很顺。这样好了，来，我把它放大。我们换个方式，看看这样子你们能不能看得到。我用我调整镜头的方式让你们看一下。我把它放过来。声音啊，我这边声音关掉。等一下。啊，很麻烦呢。你们可以看得到吗？现在你给我们的是什么等一下，画面？你要把背景先拿掉。好，等我一下下。好，我这个部分我就先这样子，我想看大家看得到。我要把画面转回来。好，画面转回来我这边。好，那我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家在那个时候，非常的没有任何一点被雨打败的感觉。好，我觉得大家没有任何一点被雨打败的感觉，就看到是说，哇，大家还在唱歌。那我觉得其实看到他们在唱歌，其实我也就觉得蛮放心的，而且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随手录了一下。然后看到他们这样，那其实像我们学校校长就是后来也有问我说，那个语文这样子大露营这样下雨，小孩子有没有心情有没有受到影响啊？那环境啊什么样 O 不 OK？那我就放了这段影片，传了这段影片给校长，然后校长看说，哦，好，那大家可以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应该基本上就是还蛮顺利的，好，都还蛮顺利的这样子，所以 OK 顺利，那就而且没有，就是大家完全没有负面情绪，好，不会说下雨了怎么样，然后去看那个他们拿着童军棍在吐水，把那个天幕上面有点积水，他们就把它推掉，然后一边在推那个水，然后就在一边也唱歌，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蛮开心的。那我想这个也就是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说是他们的不会因为下雨天去影响到他们这样的心情，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可以这样子，那表示这个他们的准备某个程度上是够的。所以他们可以继续这样子的，开心的露营这样子。好，所以下雨就这样子看到的，真的是也会淹水，但是他们就真的玩的还蛮开心的。好，那接下来我想模组，好，我想
参加整个活动，当然最多的时间是在模组的活动这样子。好，那我自己就是给模组，其实我觉得模组的部分，昨天那个智博团长已经讲了很多的活动的东西了，然后说这些活动，对我觉得其实这次活动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好，那这样自己有人在讲说要用什么样的形式，闯关啦、还是什么攻占，还是什么，我就不管了，那名称都不是重点。那不管怎样，我觉得团长就是童军的榜样。好，那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一个团长，如果你自己也不敢去挑战的话，那其实你的孩子应该他就会有样学样，会有样学样。所以我说团长要有比团员更有挑战的精神，但是也不要逞强。你可以的话，好，你可以的话，那当然你要尽力去试试看。所以我觉得我讲，其实真正的野孩子其实是团长。那也是，我真的当了30年的野孩子，我还是继续当野孩子。然后我还真的拿着那个闯关那个荣誉卡，我就真的去闯关，就去盖章，闯关去盖章，然后就盖着盖着我也盖满了。好，盖着盖着我盖满，然后就是其实不难，好，只要你愿意。那所以其实整体上，虽然我们一直跟孩子讲说，你要把闯关闯完才能拿到什么纪念品什么东西的，然后什么，那就会有孩子说啊，我闯不完怎么办？那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都一定会有。但是我真的觉得，其实那个你把它盖满回家的这种心情是不一样的。好，所以我也是就拿着我的跟他讲，你看我也去闯关了，你们去闯关，我也去闯关了。啊，当然，我要讲的是，我的闯关一定比他们快，因为其实，他们整个是小队，好，他们是小队，他们是一个这样一个 team 在闯，然后而且在就是有很多的说明，他们一定得要听完。那我就是可以直接进入活动的部分，这是我觉得我比较偷吃步的地方。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就知道大概要做什么。然后所以我就看我要做什么，问一下，马上就会懂这样。然后我照了这2张照片，好，这2张照片就是其实看到那个高空的那种双锁、3锁，我觉得很多人看到那会怕。对，我相信，因为那个惧高症的，我知道一些惧高症的人真的会怕。好，那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很多人就讲说啊，就这样子上去吗？好，那其实我拍就其实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不知道很多活动当中，其实不见得人家认得我，但是很多人看到高跟鞋说那是张瑜文吗？啊，是，就是我。好，那个大概会穿着高跟鞋到处活动，可能真的只有我。好，我希望我很快可以找到下一个伙伴。我希望可以找到下一个伙伴陪我一起穿高跟鞋到处跑这样子。好，那所以我就穿着高跟鞋，我也一样上去。所以很多人在讲说，你为什么要穿高跟鞋？我通常我只会反问他一句话，就是我的活动有输你吗？我觉得，一个你最舒适的工具，那每个人舒适的状况不一样。好，那或许我就说我是怪咖，我真的穿高跟鞋所以走的比较顺。这个不好意思，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子的。好，所以我就这样，然后我就上去走了。然后我想，我也真的是因为我以前在你知道一些森林游乐区他们的这种3锁什么，他们其实那个绳子那个锁是真的拉得非常紧，根本不会有那种松的会滑会倒会跌下来的这种状况。好，所以当时就在那个状况之下，我就走。好，所以你就看到左边这张照片。好，左边这张照片，我就是走的还蛮顺的，有人帮我拍照美美的照片这样子。然后右边这张照片就是，因为那个会晃的还蛮厉害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搭的人真的很辛苦，那个要拉紧，其实真的需要一些功力的。好，那时候我说，那个在走，我其实一方面也还蛮感动的。但是那时候走，就因为晃，我就跌下来，然后跌下来，然后我就说，那我要怎么站起来？他们就跟我讲说，2手撑开来，然后你就可以站起来了。我说真的吗？好，我就试试看。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说，不要逞强哦，不要逞强哦，我们可以拿楼梯来救你。我说这个人不好意思，我就是狮子座那种爱面子的那种人，我怎么可能还让人家来救我？我说什么我都应该自己爬起来。所以我那时候跌下来说，人家有，我还那时候还说，快帮我拍照，快帮我拍照。好，那个这种跌下来的画面应该是蛮难得的，我赶快拍个照，然后我也是靠自己爬起来，我就把它走完了。所以我觉得，身为一个团长，我就是觉得希望大家要去挑战。好，
到底安不安全？你不能说你觉得不安全，你觉得不安全，你要叫孩子去走吗？不行吧？所以我相信是安全的。既然是相信它是安全的，你敢不敢上去？很多人说一套，但是事实上又是另一套。我觉得这样子就有点，不符合我自己的原则啦。我觉得我这个人，我就是觉得我就是这个有话直说，然后什么事情我觉得自己试过最准，所以我就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模组的部分，我觉得活动组很用心，让很多东西，有些孩子的确他们需要一点鼓励去闯关。那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这是让我也蛮幸运的，他没有让我花太多时间去说，因为其实我知道以前有些就是会他们说我们不想去，就窝在帐篷里面不出来的那种，也是有。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一团这个分团，我觉得蛮好的，是大家都出去了，然后所以因为大家都出去，团长是来干嘛的？团长不是来构筑的，团长也是来玩的。很多人说我们来这里牺牲奉献，不，我觉得团长要来自己也要来体验的，不同的体验，不同的学习。你是童军的时候，你的体验是这样；当你成为团长的时候，你是体验是什么？你感受到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团长还有这些工作人员，不是只是来牺牲奉献的，他们也是来玩的。好多不同的方式来玩，但是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些服务的状况需要你服务的状况，但是重点还是你是来参加活动，不要觉得说我带团，我就是来带团的，我就是来构筑的。我觉得这样你用这样的想法的话，你自己也会很辛苦，然后真的就不好玩了。那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出去玩，所以我们的孩子说哇，团长你好强哦，我说废话。对，要当你们团长，就是要跟你们一样冲，好，当然就是这样子啊，我也是真的就这样子做了。好，那再来四海一家，我觉得其实四海一家的部分，我真的觉得看到这个是张二团的把布，张二团的把布，他那时候就有邀请我们说，请欢迎我们全团带过去一起跟他们吃把布。那我就跟我们家小朋友说。赶快哦！你们下午那个嘉年华游行的那个道具准备好，我1点钟带你们出去那个第3飞营，我们去吃把布这样子。好，有人有300人份的把布要给我们吃这样子。他们真的吗？我说对啊。然后他们说，那我说那你们讲真的，你们自己有没有邀请朋友来我们营地嘛？他们说没有。我说好啦，你们没有邀请人家来，我带你们去外面认识人嘛，对不对？然后结果呢，他们后来。因为东西没有准备好，器材没有准备好，我们的那个就是化妆游行的部分的那个器材还没准备好，所以他们就只好被团长抛弃了。团长刚才说，我刚想说，我让你们准备了这么多个小时，其实那些事情2、3下就可以解决，你们要摸来不及，来不及的话，那你们就继续摸。我要去吃把布了，我会帮你们把那一份吃完。所以我当天吃了4个把布，好，吃了好多。好，对，我就吃得很开心。然后回去跟他们炫耀说：“你们都没有去，害我要帮你们吃。好，人家说我人没有到，我要帮你们吃。”然后去讲给他们羡慕讲。那我说：“这个把布也是我觉得蛮难得看到这种东西的了。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其实想看到别的团也是有很用心的地方。那看到这种传统的东西，我就觉得看到这种传统的东西，我都不自觉的很兴奋这样子。好，所以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想分享说，这种传统的把布这样子。好，所以在四海一家的部分，我觉得看到了很有趣的传统。再来，好，那天就是后来，这个是我想的，那其实很特别。我们去游行回来之后，然后就又下了第2场雨，很大的雨。那天晚上就是国际之夜，后来国际之夜延期嘛，然后。我们的飞登堡武士，其实都知道这次我们的活动，飞登堡武士来是这次活动的亮点之一。那很多人都说，想去看看飞登堡武士在哪里？好，那我说他也是到处走来走去啊。然后结果他就那天下午，他就忽然间走到我们第1分营这边来，然后就在营本部那边，所以他们搬桌子弄，然后看到我就跟我讲说，就指着我，你带着你们的所有团员拿个东西来，我要帮你们签。我吓到了，我真的吓到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所以我就赶快叫我们就后面，所以看到这边排队的，看到这边排队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这样子。好，然后
就他们赶快让他们来，然后我说你看我们这是我们的分营的那个我们分团的营旗，好，我们分团的营旗我们都拿来给他签名，我就蛮蛮 surprise 的，就是我们真的觉得很意外，这样子他就忽然间跑来，而且指定要帮我们签名，我一直没有问出来到底什么原因，但是很开心。好，那我想或许像之前我也有跟他有一些接触，好，那他来了，那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选定了我们这样子，那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就叫大家赶快来排队，结果我们的排队那个别团的都来插花这样子，好，别团都来插花，但是他指定我们，当然我们优先而且我们第一个听到消息的，我们就先赶快优先，我们就赶快来排队，好，那所以很多时候就把握机会啊，就这样子吧，好，那个有些事情可遇不可求，那当然也要感谢人家为什么特别眷顾我这样子，我真的没有问出来，好，英文不够好，来写生这个东西。来，那个参加过那个木张木鸡的，你们应该都有印象。那个有一个那个 STA 叫做营门写生，好像这是几乎是必定有的一个作业。有参加过木鸡、有画过营门的举手一下好不好？很多嘛哈。好，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张图很有那个木鸡的那个 feel？讲真的，我没有很认真，我就是那个不认真画的人呐。我讲真的，我是那个不认真画的人，所以我就是那个大家做木张木鸡的时候，不就都是在那边好累啊，赶快随便画画，赶快有交差就好了这样子。好，是啊，我也是嘛，对不对？那个我也累过，我也知道。好，所以我那时候就随手，因为其实我只有一支原子笔，我身上没有其他颜色的笔，所以连红原子笔都没有，所以我就带着。就拿着我的笔就开始就画好之后就好有那个木张木鸡的那个 feel， 然后我就这样给他交出去了，然后刘在正团长非常的有礼貌的说，这张是我们第一个删掉的。好了，你帮我们选一张，那有参加你也帮我们选一张，你那个，然后他说有些真的画的很烂，我们一下就把它删掉，然后我去看他说这张就是第一张删掉，说这张就是我的。没有，我想真的这是一个 feel， 我只是觉得参与感。好，这个参与感，我想给大家看下一张统计的数字，全营区一共有68个人参加这个写生，好，31个童军，21个行役，16个服务员。那我们新泰一共13个人参加，好，然后4个童军2个行役，7个服务员。你看全营区才68个人参加，我们有其中13个是我们有大概占了参加人数的1/5。其实我一直跟孩子讲说，来了不管好不好，你要去尝试。那但我们也有得第1名，也有得名的，看我们的童军，好，这是他就得到优选的，好，他也是有得到优选的，所以我说很好啊，就是你看有认真在画的，有认真在画就会得到优选。那好，那另外一个优选是我们的服务员，好，那其他的我们大家都这个所谓的这些东西都是参加奖，有没有？这些都是大家都是参加奖。其实我没有仔细去看大家画什么，我觉得其实画什么不重要，那是一个参与感，好，那是一个参与感。所以就我们参加的人很多，好，然后所以当然最后的成果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第1分营区的绩优团，因为其实还没有，才到第几还没有结束，到前2天我就知道我们会拿到绩优团了。为什么？因为其他那些他们就这些生活辅导组的那些他们在评分的，他们就想说第6分团就是什么活动都参加。然后他们也不会有人在那赖着不出去活动，那每一个活动都参加，这么的积极的参与，然后表现都很好，应该是要让他们得第1名，好，让他拿到绩优团的。我心里听到的时候就有点暗爽这样子，好，真的就会有点暗爽，我觉得好像，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共荣，我想这是一个大家共荣。那孩子可能在你的指示之下去参加活动，然后他们也就不管怎么样，他们也很认真的去做，
那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团长也以他们为荣。那所以我们就拍了正面旗，那样我们的分营区的萤火有入选，所以我们有上了闭幕的舞台。那我们的变装嘉年华，我们做的是珍珠奶茶。好，我们做的是珍珠奶茶。待会应该说影片都看起来好像都不是太给他顺利，所以我待会就是看看能不能再放一下影片，就是想办法再放一下影片给你们看。好，那传统唱跳，我们也都有参加。传统唱跳，一个分营区才3个团可以参加。好，然后所以我们当然想，不管3个团还是，我们就觉得我们一定要争取到。好，我们就是要争取到。那我觉得我们争取到了。那他们上台，虽然我觉得他们这次的上台有点不如预期，我觉得他们平常的表现比较好，上台有点不是这么的表现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自然啊，我们童军就是这样子说唱就唱，说跳就跳，说开始就开始，所以我觉得他们表现的让我真的觉得，真的我觉得很开心，他们表现的很好。好，那走光，什么叫走光？好，离开的时候就像你没来过。好，这个我们每次讲到走光图，那个听到走光图，大家都会觉得，哟，这什么东西？所以我想要从生活到走光。好，生活就是我们在那里的点点滴滴，那走光就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就讲整个营区，好，真的干干净净。那我觉得这也是童军的一个精神，我们来过，我们开心的在这里欢乐过，我们离开的时候就像我们没来过一样。我觉得这是童军很重要的一点。好，那其实我记得在2015的世界大陆营的时候，不知道是开幕还闭幕，就是有一个那个大家来找茬的活动，然后就很妙然后我们大家就看见，有没有这几个不同等等等等等。好，最后一张他就放了2个营区的照片，一模一样。然后它的标题就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就像我们没来过一样。所以其实那次在日本的那次2015的那次世界大陆营，我觉得我看到的说，这个他竟然用这种大家来找茬的方式来宣导这个概念，我觉得蛮好的。好，真的是蛮好的。你可以让孩子感受一边在玩游戏，其实他就学到了。好，他也就有留下印象了。我要离开的时候，就像我没来过，要把营地整理干净。那这张图其实是我们离开之后，好，人家拍给我的。好，那所以他就告诉我说，那个叫学妹走光图。然后我一看，对，第一分营区走光了，干干净净。我们第一分营区是第一个离开的，我们早上9点半，还没10点我们就离开。好，我们那时候当时排离营，我们是排第一个，所以我们很早就都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子。那昨天好，那个我回到前面几张照片，昨天智博团长有讲到说那个电风扇，好，电风扇的问题，好，所以我就要跟他看，其实有，你看我看到这边下面这边有没有看到？好，这边看到我的游标吗？好，我这边中间的下面的图在最中间这里，电风扇，我们真的有带电风扇，好，我们真的是有带电风扇的这样子是。电风扇，有电风扇真好。好，那好，后面我就觉得在生活上的一些注意事项，跟我觉得我自己，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想到的东西了啦。好，那小队的合作，其实我们曾经有发生过，因为其实难免有一些小孩子跟别人处不来，然后这些小孩子又特别会是，他们跟人家处不来，我觉得就是有原因的。但是我觉得在当下没有必要去责怪什么。但我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状况还蛮有趣的。有一个小孩，好，然后他们就是出去闯关，然后后面就说，那大家分散活动，然后就大家就好自己好朋友揪着就走，那他就剩下自己一个人，然后因为他跟大家都不合，所以他就去当他也是鼓起勇气，他就去跟另外一个说，我跟你们一起走好不好？然后当下。没有人回应他，因为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回应比较好，然后所以他就哭了。他哭了之后，全部人就开始安抚他了，好，就让他跟着走。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跟着大家走，就回来之后，除了他以外，全部的人都哭了。然后我们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其实他们在哭的事情，其实他们小队长马上就有回报给我们，我们就马上就知道说有这件事情，我就说就是好啦，就让他跟着走。好，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只能这样讲，就是有时候这是你们小队也是要去克服的问题。好，你们小队要去克服的问题，不能只是每次问团长怎么办。那你们相处，你要么就拒绝他，要么你就跟他好好的相处。但毕竟你们就是同个小队。好，那你拒绝他，后面可能大家更难相处。那你接受他，你要怎么样让自己也能接受？啊，所以当天晚上，那天晚上我洗完澡之后，我又又安抚这些小朋友，这些小朋友也很诡异哦。我跟他们大家一起讲说，没有人要理我，就是一群就是哭成一团，就说回来全部的都哭成一团，然后我知道怎么办，我就只好各个击破，一个一个带走，一个一个带去我们就服务员的那个我们营本部这边，就再去聊天，然后聊天讲话，结果我得到的结论就是他们说他们觉得那个人先哭先赢这样子，小朋友很可爱，他觉得他们先哭先赢，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没有欺负他，但是他们输了。好，每个人的想法，我觉得小朋友很可爱，我只能说就是觉得小朋友很可爱的想法这样子。好，然后所以就这样子。那我跟他们讲好，讲到2点多，总算全部的人都去睡觉了。所以我说，其实大露营1个礼拜下来，我睡不到20个小时，每天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然后那个他们要么就早早起床，不然就是我就觉得也很好笑，是走路可以撞到你的帐篷。然后让你从突然间被惊醒，然后3点钟才刚睡着，3点钟就被撞起来，然后4点钟他们就开始吵闹，然后被我骂。对，我就骂我说你们影响到别人的睡眠时间了，好，你们不应该这个时间出来就影响到这样子开始聊天开始吵闹，影响到别人的睡眠。好，然后我就会马上跟讲说，来，童军规律第12条给我背一下。然后他们说我很八股市，就是我就跟他说，他们问我说为什么我童军规律背得这么熟？我说是拿来教学生用的啊，你随时你要让他知道你这样子是我不符合童军规律的。好，用这个方式我觉得是还蛮直接的啦，所以我说我的规律还算背得蛮熟的，我就直接讲在童军规律第12条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好吧，好，了解了，就乖乖的这样。好，然后所以说他们的这些情绪的问题，你是要去，他们毕竟很多是第一次出来这样子长时间的露营，好，他们情绪上和一些生理的调整上，是真的是有一些不是这么好的地方。好，所以小队的他们的合作状况、情绪状况，你要随时去关心，然后自己要赶快想办法让他平息下来。好，宁可你不睡觉，也不能让他明天不活动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昨天讲到的那种吃饭的这个问题。好，这个每天的菜色，其实你要真的要吃完，我会觉得不是这么容易，因为有些东西在这么热的天太油腻了或怎么样了，其实不一定他们的食欲会好，但是我都会去看着他们吃饭，我会去看着他们吃饭，因为尤其像有一天早上，他们的那个咸粥剩好多，所以我的晨检评分的时候，我就开始来那个有没有人没吃粥？好，没吃粥的扣5分，然后有吃粥的我就问来吃几碗，好，然后开始算，然后加一加，然后就加几分，好，1汤匙算1分这样子，那个1大汤匙算1分，好，我觉得其实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融在一些东西里，因为其实晨检不只是在检查他们的服装仪容，不只是让他们在表现他们精神，其实我觉得顺便的是可以让他们看到一些他们的生活不只是只有那些东西，包括你的吃饭，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会在我的晨检评分当中。好，所以我是把这个东西看他们剩下来的是什么，然后我会当然去看他们一些东西，他们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那个，想办法就是让他们多吃一点，但是让他们吃完，有时候我觉得其实吃完了他不舒服，麻烦的也是你自己，但是我要确定他都有吃，然后至少维持一个活动力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在健康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大便。好，我讲的很白，就是大便。其实我在还没出门之前，我就跟他们讲了，你们自己
要想办法多喝点水，天气很热，反正就要多喝水，然后再来是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大便。好，所以第二天的小队长会议，我就只叫他们回去调查了。我叫他们回去讲，我说你要给我回去调查，看谁还没有大便，还没有大便的赶快去给我大便这样子。好，那让他们知道，然后我就跟他们，然后晨检的时候一样列入评分，好，那个没有大便的扣5分，类似像这样子。那其实呢，不见得是说要给他压力，但是我只是在告诉他说这个事情很重，但是我的扣分不会让他知道我在扣分，只是我就把它算在里面。好，我就把它算在里面，好，然后大便，然后我跟他们讲说，你真的要注意，还没有大便的自己要真的想找时间赶快去大便。好，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厕所的部分，你觉得这边比较不舒服，然后我当然偷偷的跟他们讲说，那不然你就去兰花会馆的1楼的厕所，那边比较舒服，你可以放轻松一下，因为其实有适度的放轻松，他就可能就上得出来。好，所以我就会去关心这个问题。那第二天晚上，我已经跟我的小队长已经讲过这件事情了。那到第3天的晚上的团长会议，飞营区才在讲说，你们要回去注意一下，看看小孩子有没有大便。好，所以其实这个问题都会在团长会议上说。那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我从以前我在带团带小孩子出国这样子各种状况，我就蛮注重这，因为我知道那个自己大便大不出来的感觉很不舒服。那我觉得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是小孩子对于环境的适应力，好，那他自己还有他自己身体的调整能力，你就知道其实你可以看到说，每一个孩子，好，这些人跟你跟你想象中的一样，他到了一个这样子的环境，他就上不，其实真的如预期的就是那几个人。好，你看平常你对他的认识，你就会知道说大概是哪些人上不出来，大概就觉得果然就那几个人。好，然后只是第二天的时候比我预期的多一点。然后我问了第二天我问，第3天我问，第4天开始我就不问了，啊，因为我知道只剩下1个人还没有大出来。然后这个人我只跟他讲说，你大便大出来的时候记得跟我说，你传个讯息跟我说就好了。好，他说好。结果他到什么时候才大出来呢？到离营前，他到离营前才大出来。然后我只说还好他没出事，不然讲1个礼拜就积了1个礼拜的大便在肚子里，好可怕哦。不行。好，所以我知道他还没有大出来，其实我一直都我就会特别的去注意他，避免他有身体上有些什么不适应的不舒服的反应。那也还好，他很幸运的就这样子过去了。那也在最后也算上出来了，也有给走马赖纳点税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孩子的健康是需要去注意的，只要没有安全问题，好，只要没有安全问题，那我觉得整个的他的健康要去注意一下，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分营里面没有什么大毛病，好，没有什么大毛病，我们也是一直提醒他们喝水，好，然后一些东西这样子还好。那这次第一分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最幸运的营区吧。好，我们是卫浴电力大富翁。我知道很多的地方，我就知道第1分营、第2分营他们不是第2分营、第3分营他们还为了厕所的问题在吵架，不太开心的样子。好，那我们这边厕所真是多，浴室真是多，我们的都不是流动厕所，我们的都是固定的原本就有的厕所跟浴室，包括插座。好，所以我说我们叫做卫浴电力大富翁。我刚到营地的时候，我们区域组长就传讯息给我，你们上厕所需要走2公里去上厕所，需要走个10分钟2公里去上厕所的吗？我说不用，我们这次是有史以来真的是这个预测电力大富翁，这样真的是太爽了。因为他有听到我去世界大陆营说我要上厕所，对，炫富是我是在炫富，没错。我去世界大陆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只要肚子稍微有一点点感觉，我就赶快跟知颖说，知颖我要去上厕所，你要不要去？我们一起赶快去上厕所。然后知颖还会在那一路一直拍照，一直拍照。我到最后就知颖要撞北表啊，你慢慢拍，我赶快跑，因为要跑过5个瓜棚。好，那每个瓜棚中间都还有跟瓜棚一样长的距离，跑过5个瓜棚之后，再跑到对面，再往回走，然后才有厕所。所以走到厕所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好，所以你如果等到你说我已经想上厕所，动尾标了啊，今天真的是尾糊啊。好，所以
我当时有这样的感觉，这件事那所以不存在提我们那时候训练组长在问我说，哎，你们去韩国怎么样啊什么的，因为是新闻报的这么大，你们去韩国怎么样？所以我稍微说了一下，所以他就很担心，他说他我们到了营地，训练组长他就传讯息跟我讲说，你们的那个卫浴设备好吗？那你们上厕所要走2公里吗？好，我说没有，那个觉得你快动不了，再冲过去都还来得及。好，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难得的舒爽的一个营地这样子。再来防晒防中暑的部分，我觉得这次其实当时我真的以为我们会发的是渔夫帽，如果听不懂，结果后来到快出发我才说啊，原来参加人员是发这个棒球帽棒球帽那种鸭舌帽这种。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其实耳朵会很容易晒伤，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对于这种棒球帽，我觉得不适合在这种大活动这么长时间的活动，尤其是下这么热的状况之下戴那种帽子，因为你耳朵会很容易晒伤。好，你可能我遮了脸但是耳朵会容易晒伤。好，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我一确定说我们是发的是鸭舌帽，那我觉得我们团内的服务员也很棒，就有一个服务员，他就提供了我们，他就用他自己掏腰包，帮全团的人买了就是1人1顶的那种渔夫帽，而且是我们自己的，而且是贴上我们自己团徽的这个渔夫帽。好，所以我们出去外面戴的帽子不会跟人家一样，很特别，而且我们叮当团长还帮我们每个人都绣上名字，好，是谁掉的都知道，好，所以非常的贴心。但是我觉得只是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应该建议是以后这种夏天这种活动真的不太，我觉得不是这么戴鸭舌帽不是这么好，我个人这么认为啦。好，那当然有人说因为鸭舌帽它那个好夹什么那个什么遮光片啊什么的，我觉得可是重点戴帽子是防晒。好，防晒，那我觉得一个大一点的帽檐，其实防晒的效果是会比较好的。然后防中暑，像我们也有准备，后来我自己本身我们也有准备宝矿力粉，然后也有去就是叫宝矿力，然后有买冰块，我们每天都买至少1包冰块，然后帮他们就是给他们喝凉水，然后就是泡宝矿力。让他们就随时会补充这样子。好，那我自己就觉得那种粉包的宝矿力，我自己个人是蛮推的。好，从之前就知道，每次像我要出国，他就问我，就刚讲说要带那个宝矿力粉。其实这种宝矿力粉是我随时身上我包包里都一定会有，尤其在夏天，我很怕我自己流汗流很多的时候，我会不舒服，所以我自己身上我是所以你要说那个急救什么，就对我说，其实他就当急救用。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随时也可以有这个东西给他。好，它就是盐就是糖，就是可以用的东西。好，所以我这身上随时都会带的东西。那尤其在夏天，我觉得很方便啊。你带了一瓶，那个水就是这么重。那当然你说就是要泡啊，喝水啊。那但是有时候你可以带个20包的宝矿力粉，但是你不可能背1箱的宝矿力去那里喝，所以。我觉得那个宝矿力粉我还蛮推的这样子。再来换布章跟交朋友，好，其实我觉得现在有时候我觉得会让我觉得一些童军好像只是为了要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猎取徽章的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对于一些东西我们要去检讨，也是大人应该检讨的是，为什么他只会急着想要换布章？好，那我觉得其实重点是要交朋友。好，那其实我这次我自己的布章忘记带，所以我觉得也对很多朋友不好意思，我真的是空着手去的，然后但是我还是带了很多东西回来。那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我要分享的是有一天就是那一天，就是有一天早上不是前进聚会嘛，然后我们就是再去参加之后，然后我们就解散。好，我们就解散，我们说大家就可以附近逛一逛。好，然后没事的话，我们就10点半回去准备我们要化妆游行的东西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刚开始有就是要跟着我走。然后我说跟着我走干嘛啦？跟着我走，我路上一直会遇到认识的人。
他说不会啦，就是要跟着我走。就后来就发现，在还没离开，我就已经在那聊开来了，然后他们就默默的就离开了。然后后来就他们回去之后，我说：团长，你到哪里去了？我说没有，我就是走回来。我就这那么十几分钟的路程，我走了1个半小时才回去这样子。他说怎么会这样？我说朋友很多。那我觉得参加没有全国大露营这就是很难得的，是全国的你这些也只是中年后才平常只能在脸书上面联络的人，都会在这里出现。然后大家可以来聚一聚，真的蛮好的，好，真的蛮好的。好，所以我觉得不只是，而且不只是台湾的，国际的这些朋友，好，都会就会出现这样子，真的蛮好的。那甚至有一天我们童军出去闯关的时候，然后就问他说，就他碰到那个谁陈林一，然后就问他说你们是哪个学校的？他说新泰国中，然后说哦语文的团。他们好惊讶，他说啊你就是我们团长，然后真是啊，那他们就觉得很神奇，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我说其实你参加久了，你就走到哪里都有认识的人。然后每次看我说，每次跟我出去在走，一路上都会有人跟我打招呼，然后或者是就是一直有人送东西来，好，他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好，但是而且我觉得到现在自己参加了一段时间了，我觉得其实我会对于这个换布章，讲真的，或许没有那么的热情。然后而且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我也学到了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有些东西不是全部你留下来就是最好的，把它给有人想要送给他。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些伙伴送我的一些布章，那刚好我们的小朋友就想要，我就说送啊，给要还有什么，然后还有包括 T 恤，也有很多人送个 T 恤过来给我，各国的代表团啊什么的这样子。好，然后甚至马来西亚的他们那个 CMT 还给了我2件，我就当场就问说，来 M 的有没有人要？然后就有人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谁要？好，然后就有人举手就拿走。我觉得好神奇哦，怎么会这样子？我说没有啊，等你参加的这么久之后，你就发现这些东西给需要的人，给想要的人，不然我的衣服多到这边还在聊说，我说跟我借衣服，就我们的童军，因为他们活动说需要有童军徽的衣服，就来跟我借衣服。我说好啊，我只有一个条件。好，什么？我们帮你保护好？不是，我只有一个条件，不准还我。你觉得你穿了你 OK，你就带走吧。如果你觉得不够，再跟我说，我还有。好，我们觉得这东西很多，我们真的拿起来都已经拿来当睡衣穿了，还穿不完呢，很多。好像那我就觉得其实分享这些东西，我觉得也是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自己的改变。以前我很多东西都想要留下来，现在就会觉得有些东西送吧，送给需要的人，送给想要的人，它的价值可能更高一点。那我觉得其实这就是那不管怎样，所以我说换布章，我觉得不是重点，应该是放在交朋友。好，那我也常开玩笑说仇人很多，好，仇人很多，每个人都怕我心里不够重，都会让我心里变得很重很多。我去的时候，我出发前，我本来是用一个小的一个托包而已，然后到出发那天早上2点钟，我觉得忽然间觉得不对，我就从床上爬起来。我就把它换成世界大露营的那个大托包，先跟你爸爸聊，然后换成大托包就看，其实东西真的很少，它就是扁扁的，就是铺在底一点点而已。但是我回来的时候是满的，然后我们的童军都吓到，他说：“团长，你东西怎么会多这么多？”我说：“仇人很多，他怕你心里太空，这样子就会给你很多东西。只要你参加的够久，好，这些仇人就会慢慢的建立起来。”好 ，OK， 那不然后面讲的就是这个统餐跟炊事的问题。其实我以前我也会很执着在要炊事这件事情。那我开始不执着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跟日本的一些活动，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应该知道，我会讲一点日文，我跟日本人交流还算蛮多的。那其实我是在跟日本的交流活动当中，我发现服务员在煮饭。然后他们小朋友回来吃，然后继续出去活动。那他们的服务员就跟我讲说，他们一趟路来到这里，难道是来这里煮饭的吗？你平常没有给他们训练煮饭吗？一定要在这时候他训练他煮饭吗？这句话我觉得我有被打到，所以我觉得统餐跟炊事这样，就其实如果大家一起吃，大家可以说有个大家这个精神，大家可以说等到全部的人都到齐。
好，就早餐有人出公差，他可能去出公差要比较晚，大家可以等他到齐一起吃，会先帮他把饭菜打好。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那个大家小队合作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下面就写到在 scouting 跟 survival， 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scouting 我觉得是个精神，它不是只是那个活动而已。那 survival 它是很强调的就是技能，它就是一个求生。好，那其实刚好最近跟一些已经离开童军的一些朋友在聊，然后他们就讲说，哦，荒野他们好厉害哦，他们童军技能很强。我说那个不叫童军技能，那是 survival，那是你的求生技能，不是只有童军才会。然后我说你们去参加荒野，你们去参加荒野怎么想要去参加荒野？他说哦，他们技能很强。我说我技能也很强啊。然后我说，所以我就说，然后你荒野他们的请假规定非常严格，然后童军一句话，我今天有事，我要考试就不来了。我觉得就是给你选择、给你空间的时候，你反而不懂得珍惜。我觉得这是我们也应该去思考一下的事情，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不知道今天智博团长是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每个人心中有一把尺，不一定是怎样才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在一些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精神面应该比技能面来的重要一点。好，这是我个人想法。好，结论快讲完了。好，那昨天讲到说，其实也昨天智博团长讲说，IST 其实是个比较自在的，真的比较自在的，就是但是讲说其实你要自在，就他是不用去顾到随时24小时去顾到那些孩子，他是上下班的，所以他会比较自在一点。好，但是大家都是辛苦的。好，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缴了钱来，大家都是辛苦的。但是，团长24小时守的这群小孩，其实真的会比较累一点，我相信。但是我想回到童军活动的本质，我们不就是为了这群孩子吗？好，所以其实为了这群孩子，我们大家都在付出。好，不管是你用哪一个角色去付出，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其实这次参加之前，很多人就问我说：“啊，你这次还是在国际组吗？”我说：“没有，这次我是带团团长。”然后竟然有人跟我讲说：“啊，你竟然轮到我回去带团了。”我觉得你能带团很好啊，你有团可以带耶，你有团可以带，表示你有一群这样支持你的孩子耶，很棒啊。好，这被讲的好像很可怜，但是我觉得我要讲的是，我觉得团长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你要去顾虑到的东西，不是只是一个活动而已。好，那而是他随时会有变化的生活，随时会有变化的情绪。那我觉得这是团长比较辛苦的地方。好，那我刚刚讲的，团长不是来当保姆，的确很辛苦，我们要照顾他24小时照顾他们，但是我们也是来参加活动的。我们是要去体验，不要只是守在那里，你只是守在那个帐篷下面，那当然不好玩啊。你要团长，所以团长你自己也要看。其实正常来说，一个团都会有4个团长，好，但是我们团比较特别，所以说我也很感谢我们就是新派的这些服务员，他们虽然是在飞营区工作，但是他们也会回来帮我接替一下，让我出去走走这样子。好，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要去看，然后去体验每一次活动的特别的地方，你会有不同的感受。好，那在面对问题的态度，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很多时候很快就是要转念，很快就是要走到积极正向的这个方向来。你跟着他这样子，这个泄气的，你自己会觉得更累。反正大家都下雨了，怎么办？那看到他们在唱歌，哦，好，大家一起来，再来，然后我就在喊再来一次，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好，所以就是有一个疯子团长，然后跟一群也是这样子愿意陪着我一起疯的孩子，我觉得很开心的。好，那遇到问题真的不要去怕挑战，好去参与，好去做就对了。然后再来是对很多童军来讲，这是第一次，你不用过去的经验去把它压在他的身上，说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前怎么样，以前怎么样是以前怎么样，那是你的经验，对他来讲就是故事。你要让他去创造他的经验，让他以后有故事去说，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你要让他们去创造这个故事才是最重要的。好，所以你不要去管太多，真的只要是安全无虞的状况之下，让他去开心，让他去尝试。好，甚至他有点小挫折，有挫折之后，他自己看他怎么了，他如果能够很快的转念 ，OK 啦。他如果不行，我们再来看他怎么样要去协助他啦。所以我觉得成年领袖的这些经验是后盾，但是绝对不是评价一个孩子的标准。很多人讲现在小孩子怎么样？也是啦，时代不同了，你不能一直用我们过去那种标准来想这些事情。好，所以我觉得团长跟孩子是共荣的。好，那我们都是一起创造这个人生当中一段共同的回忆。好，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那所以最后我就用这张照片，好，这张照片来做个结论，这样子哈，做个结尾啊。那当然，知颖当时贴这张照片的时候，他讲50、60、70，然后就开始大家很有意见。很有意见这样子，这个我们不想赚太多这样子吗？不想赚太多，但是你看看，好，这中间的这位是那个徐松芳，我们国家研习营的营主任，好，是70几岁了，然后你看他也跟着我们在这里跳，就是我们都跟我们这一群，你看就是这三位老人家，就是3个野孩子，好，那我们都很开心。我想就是用这样子的精神，可以让大家最容易。可以都玩得很开心。好，那就先这样子来，然后还要看影片吗？这个如果我觉得时间已经10点了，我们来问问题吧 ，Q&A 一下吧。有人想问问题的吗？好啊，来到问问题时间是吗？那我们就大家先开镜头。摇八叉这么久了，对不对？余文嘴巴先休息一下，先喝个水。我先看一下画面，大家，我们先来开个镜头，跟余文拍个照。那待会呢，有想要跟余文聊的哈，就是欢迎了，就是接下来是大家自由时间。好，就是方便的人，现在镜头就是可以试着打开喽。都在了吗，各位？都在了吗？都准备好了吗？我的好像还没。我数到3喽，我先用我的相机好不好？3、2、1，哎，不错，好，再来喽，3、2、1，耶，好，成功，好。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